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我 channel， 我係飛友，想揾一隻又高息又低估值嘅藍籌股，中海油會唔會係一個選擇呢？現價嚟講，股息率去到8厘，市盈率大概5.7倍，錯過咗佢仲有冇其他機會呢？今集我就同大家深入分析下呢一隻港股嘅能源龍頭中國海洋石油0883.HK。作為中國最大嘅離岸油田生產商啊，佢嘅財務、產能同埋股東回報表現出色，但係油價波動啦、地緣政治啦同埋能源轉型咧，會唔會拖後腿呢？以下落嚟，我哋就會分咗5個範疇：公司質素啦、財務表現、發展潛力、股東回報、ESG 表現同埋政策風險，逐一同大家分析。我哋會用2025年最新嘅數據，幫大家捉緊呢個投資機遇㗎。大家準備好未啊？我哋馬上開始。中海油有限公司咧係中國最大嘅離岸油氣勘探同埋生產企業嚟㗎，隸屬國務院國資委旗下嘅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。根據公司2024年嘅年報啦，成立於1999年，總部喺香港，專注於呢個原油同埋天然氣嘅勘探、開發、生產同埋銷售㗎，業務覆蓋中國渤海、南海、東海以及亞洲、非洲、北美、南美、大洋洲同埋歐洲。2024年淨產量7.268億桶油，證實存量72.7億桶，存量嘅壽命10年，存量嘅替代率167%，顯示資源基礎極強㗎。中海油係中國離岸油氣市場擁有獨家同外國公司合作嘅權利，呢個政策優勢令佢喺國內市場無可匹敵。子公司中國油田服務有限公司喺香港同紐約都有上市㗎，亦都擴大咗佢嘅影響力，反映全球能源行業嘅領導地位㗎。管理層喺2025年第一季度業績會都強調啦，以經營確定性應對油價嘅不確定性，透過科技創新將每桶油嘅成本降到去28.52美元，比10年前就低40%㗎啦。海外業務拓展得迅速，2024年海外產量就佔比32.2%，包括巴西、圭亞那同埋莫桑比克呢啲新項目㗎。但國企嘅背景亦都令到佢受到政策同埋地緣政治嘅影響㗎。2022年美國將中海油列入呢個投資限制名單，雖然已經解除咗，但係 Bloomberg 指嘅事件曾經令到呢個 H 股短期就跌5%，影響國際投資者嘅信心。咁喺公司質素方面我就會俾9分。中海油喺獨家市場地位啦、豐富存量啦同埋高效管理都係頂級，全球資產分佈分散風險，技術創新亦都領先同業，但係地緣政治風險啦、嚟中美關係緊張啦，亦都略為影響佢國際嘅聲譽同埋估值潛力，所以要扣返1分。中海油嘅公司質素真係強到爆㗎，9分嘅評分係因為佢嘅市場地位啦同埋成本控制真係冇得彈㗎。但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就要小心翻啲啦。接住落嚟我哋就睇下佢嘅財務表現，佢點樣喺油價波動之下保持住盈利同埋現金流㗎。中海油喺2024年財務表現穩健，2025年第一季度就略有回落，但係整體實力都非常之強㗎。根據2024年嘅年報，總收入4205.1億人民幣同比增長0.94%，歸屬股東淨利潤1379億人民幣啦，就升咗11.4%。油氣銷售額就3556億人民幣。2025年第一季度總收入就1068.5億人民幣，同比就跌咗4.1%。淨利潤365.6億人民幣，跌咗7.9%。因為原油價格就跌咗7.7%，至呢個每桶嘅72.65美元啦。現金流出色啦，2024年經營現金流2209億人民幣，自由現金流975億人民幣啦。支持嘅資本開支同埋股息，資產負債表亦都健康。2024年底總資產亦都破1萬億人民幣，股東權益嘅增加8.5%，資產負債率33.6%，有息負債佔資本就10.9%，遠低於中石油啦，大概50%，同埋中石化大概4成半。2025年第一季度負債率更加降低到33% 嘅啫，成本控制就領先啦。2024年度桶油成本就28.52美元，2025第一季度就降至27.03美元，同比就跌咗2%，資產回報率14.06%，股東權益回報率19.25%，領先同業。風險就在於油價嘅波動。2025年第一季度油價下跌就拖累收入啦。如果油價跌至每桶60美元利潤就會再跌多10至15%嘅喎。但係低成本啦同埋高現金就提供一啲緩衝啦。咁呢項我就會俾8分，因為現金流強啦，負債低同埋高回報係佢嘅優勢，成本控制領先。但係由於油價嘅敏感度高，2025年第一季度已經見到影響啦。未來如果低油價亦都會增加啲壓力嘅，所以就要扣2分啦。中海油嘅
財務表現穩陣啦。8分嘅評分咧係因為佢嘅現金流強啦，負債又低，但係油價嘅波動咧始終都係個隱憂嚟㗎。下一 part 我哋就講下佢嘅發展潛力，佢點樣靠住呢啲新項目同埋新能源轉型保持增長，會唔會可以成為呢個能源轉型嘅贏家？我哋就繼續睇落去。中海油喺產量增長有清晰嘅路線圖。根據2024年嘅年報啦，淨產量7.268億桶油啊，同比增加7.2%。2025年目標7.6至7.8億桶油。2026年同埋2027年分別會升至7.8至8億同埋8.1至8.3億桶嘅，年複合增長率就5至6% 左右。新項目係增長嘅核心。2025年第一季度7個項目投產，包括國內缽中266同埋番禺10、11區塊，海外圭亞那 Payara 同埋呢個巴西 Búzios 7。Búzios 油田咧預計2025年下半年日產就100萬桶。2024年新增呢個11個油氣發現啦，例如呢個寧水361超深水氣田啦，儲量替代率就167%，國際擴張進展亦都顯著啦。2025年喺莫桑比克、伊拉克同埋巴西簽署嘅新合同啦，海外產量咧直佔比32.2%。公司計劃喺呢個圭亞那同埋呢個奈及利亞積極鑽探，分散風險啦。新能源方面啦，中海油承諾2028年達到呢個碳達峰，2050年碳中和，2024年咧就用咗7.6億千瓦嘅綠色電力啦，2025年目標就超過10億千瓦。全球首個嘅16兆瓦浮式風電平台啦，同埋大亞灣 CCUS 項目咧進展亦都順利嘅喎，但係新能源收入嘅佔比就不足5%，油氣佔80%以上㗎。相比國際油企例如 BP， 中海油轉型嘅速度就比較慢啦，短期難以降低對化石燃料嘅依賴，要成為能源轉型嘅贏家，都要大幅增加新能源嘅資本開支，並且加速呢個技術商用化先得啦。風險包括呢個油價波動同埋地緣政治啦。2014年南海爭議嘅導致中越對峙，暫停部分勘探，當年產量咧就損失呢個2%。2022年美國投資限制咧令到 H 股咧就短期跌5%。如果中美關係惡化，可能有再限制融資，環境監管日趨嚴格啦。例如呢個碳稅或者會增加成本5至10%。咁呢個環節我會俾7分。產量增長啦，同埋國際化穩健，新能源亦都有起步，但係轉型速度慢，就難以成為一個新能源型嘅領跑者啦。地緣政治啦同埋監管風險咧，亦都影響長期潛力，所以要扣3分啦。中海油嘅增長潛力咧係真係有啲睇頭㗎，7分嘅評分係因為佢嘅產量啦同埋國際化咧都夠強，但係新能源轉型啦同埋地緣政治風險咧依然咧都係比較擔心嘅地方。咁關於新能源贏家呢一部分咧，就等我哋喺 ESG 嗰部分繼續探討。接住落嚟啊，仲有股東回報同埋 ESG 嘅表現，高股息同埋環境政策會點樣影響住佢嘅投資價值？我哋繼續睇睇。中海油對股東回報就非常慷慨嘅喎，根據2024年年報啦，每股股息1.4港元啦，同比增加12%，股息收益率去到7至8%，藍籌股中間名列前茅，派息比率44.7%啦。管理層承諾2025至2027年咧會維持最少45%派息嘅。2024年咧回購3681萬股 H 股，提升每股價值。估值方面，2025年市盈率5.7倍，遠低於呢個行業平均嘅10.6倍，市淨率1.1倍，股價接近每股淨資產值嘅。分析師平均目標咧就大概21.2港元左右，比現價嚟講可能大概就有10% 嘅差距。但係摩根大通2025年5月嘅報告就下調目標價去到13.5港元啦，主要係憂慮油價同埋地緣政治風險。咁呢一項我會俾9分，高息股同埋低估值對收益型嘅投資者極為吸引啦。回購亦都增強咗呢個股東嘅價值，但係油價同埋市場嘅情緒波動就可能會抑壓呢個股價啦，所以要扣翻1分。中海油作為油氣企業喺 ESG 同埋政策風險面臨挑戰。環境方面，公司喺2024年 ESG 報告承諾2028年碳達峰，2025年碳中和，2024年用7.6億千瓦嘅綠色電力，2025年目標超10億千瓦。全球首個16兆瓦浮式風電平台啦，同大亞灣 CCUS 項目進展順利，但新能源佔收入不足5%，需要加大新能源投資同埋技術突破。海上作業亦都有日油風險，例如2011年渤海漏油事件就俾人罰咗20億人民幣啦。社會同治理方面啦，公司喺全球提供2.2萬個就業機會。烏干達培訓項目獲得全球減貧最佳案例啊！董事會設呢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，但係國企嘅背景可能限
際獨立性啦。地緣政治風險亦都非常顯著。咁呢個項目我就會俾6分。新能源咧同埋社會責任有進展啦，但係高碳業務啦同專營換馬可能會限制可持續性。地緣政治同埋日油呢個風險嚴重，所以要扣4分咁多啦。中海油嘅分析就去到呢度啦。5個範疇嘅評分，公司質素有9分，財務表現亦都有8分，發展潛力7分啊，股東回報有9分 ，ESG 同政策風險6分，所以平均嚟講大致都係8分左右。綜合嚟講，中海油係一間財務穩健、股息吸引嘅能源龍頭，比較適合呢個收益型嘅投資者㗎。但油價波動啦，同埋地緣政治嘅風險咧，就要密切關注啦。能源轉型方面咧，中海油依然以油氣為主，新能源方面依然處於早期嘅階段，要成為轉型嘅贏家，需要大量嘅投入同埋時間。如果覺得呢條分析片有用，記得 like、share 翻條片同 subscribe 個 channel。你都可以留言話俾我知你點樣睇中海油㗎。咁之後我哋都會繼續同大家分享一啲高息藍籌股㗎。我係飛俠，下次見，拜拜。